欢迎您来参与这次的深入探讨。今天我们手上的资料啊，是廖老师系列关于如来真实义的问答记录。这里面阐述了十方诀里国清老师的核心观点。是的，这些资料提供了一个相当个人化的视角，而且跟很多我们熟悉的传统诠释可以说是大不相同。没错，感觉读起来它的核心目标，好像需要帮助我们重新去理解，自己跟这个宇宙的关系到底是怎么回事。对，而且还鼓励大家试着跳脱，就是说既有的那些宗教框架，还有世俗观念的束缚。感觉像是一把钥匙，适度打开对自己更深层次的认识。这些观点，说实话蛮独特的，甚至有点颠覆性。您准备好了吗？好的，让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看看这个如来真实义到底在说什么。好，那我想一个最明显的起点就是他对一些很基础的概念做了新的定义，这几乎是理解整个体系的基础吧。好啊，那我们就从如来这个词开始好了。一般人听到如来，可能第一个想到的是历史上的释迦牟尼佛，对吧？但这些资料显然不是这个意思。完全不是。资料里面反复强调如指的就是您自己啊，如是自己。对，来呢指的是本来本质，所以如来的核心意义就变成了您本来的自己，或者是您的真实本质。哇，甚至你看，像如来藏本尊这么复杂的词，他也把它拆开来解释：如自己，来本来，藏宝藏，本真面目，尊平等觉悟等等。所以如来藏本尊整的意思就是您自己本来的宝藏真面目是平等觉悟的。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你看，他直接把这个听起来很崇高的概念拉回到您个人的那个真心上面了。把如来直接定义成自己，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呢。那这样的话，其他相关词语的理解肯定也受影响了。比方说佛经开头那句“如是我闻”，没错，传统上不都说是阿难记录时说，我当时是这样听佛说的。对，以前是这样理解，但按照这个新体系呢，如还是自己，是代表的是平等，我反而变成了心以外的幻象。我是幻象，然后最重要的闻，不再是用耳朵听声音了，那是什么？更像是内在的心跟心的沟通，或者说是本质三摩地跟现象三昧性之间的一种交流。这完全改变了我们对听经这件事的想象，对吧？哇，这真的很不一样。那佛呢？如果如来是自己，那佛又代表什么？总不会还是那位印度的王子吧？资料里面呢，对佛的诠释也很有趣。他说佛是一种阴阳平等合一的能量状态。能量状态？对，甚至还给出了具体的能量级别，像是10兆度，还试着把它跟科学概念连结，比方说微中子。微中子，这跳得有点远。但重点是，他挑战了把佛陀只看作是单一历史人物的观点。他强调的是，我们每个人内在都有的那个平等的佛性。所以才会有那种我是佛，您是佛，大家都是佛的说法。对，他认为成佛是一种了悟的状态，而不是去信仰某个外在的对象。所以佛变成了一种内在潜能，或者说是状态的描述，而不是我们一般拜的那个佛像。可以这么理解。资料里好像也特别去区分了心跟意识这两个词，我们平常好像常常混在一起用。是的，这个区别也很关键。资料里面呢，把心定位成真实的自己，真实的自己，是存在的本源，恒常不变的，比较接近所谓三摩地那种状态。而意识呢，就是我们平常经验到的这个世界，充满了分别变动。就是我们眼睛看到的、脑袋想的这些。对，是现象界，也是我们说的业力因果作用的地方。资料里称它为三昧性。让我试着理解一下。所以心像是底层的不动的真实存在，没错。意识则是表层的变动的经验世界。可以这样想。
打个比方，也许心像是电脑那个最底层的作业系统核心，一直都在。意识就像是上面跑的各种应用程式，跟我们看到的画面是不断变化的。哦，这个比喻好像有点帮助。好，那如果这些基础概念都指向内在的自己和真心，那这套观点怎么去描绘我们跟宇宙的关系呢？这个就更有意思了。资料认为啊，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物质宇宙，其实是那个真实的自己，也就是心，为了要观察他自己而创造出来的一个拷贝，或者说是幻象。宇宙是心的拷贝幻象。对，也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意识世界，真正的源头，他们称为新宇宙，那个才是原件。所以我们活在一个拷贝出来的世界里。根据这份资料的说法是这样，而我们每个人呢，可以看作是那个最高源头自己的分灵。分灵。然后经历了一个能量逐步降低的演化过程，从最高的如来状态，频率降低变成佛，大概是微中子那个层级的能量，然后再降频到法，像是光粒子、罗汉层级，还有再来是僧、元素、菩萨层级，然后是神鬼、分子层级，最后才是人、细胞层级。哇，这听起来像是一个从无限潜能一步步具体显化成我们现在这样的过程。有点那个味道。这里面好像也提到对实相和光速的一些质疑。没错，资料认为，我们一般认为的实相啊，其实只是幻象。幻象，我们看到摸到的都是幻象。他们用了实相非相这个词，理由是我们的观察已经被光给催眠定住了。被光催眠。意思就是说，我们看到的只是经过分裂、受到限制之后的经验，而不是光本身所代表的那个还没有分裂之前的完整的讯息或原始真相。他们甚至质疑，光速真的是宇宙的绝对上限吗？会不会那也只是我们观察角度造成的限制？这个观点相当激进啊，等于是说我们感官所感觉到的这个世界可能是一种深度客制化的幻觉。听起来是这个意思。那该怎么办？如果一切都是幻象？所以资料就强调破相很重要。破相？对，虽然我们生活中需要依赖各种相，不管是物质的相、概念的相、法则的相，来定位来生活，对吧？但如果过度执着在这些相上面，就是所谓的着相或执法，那就会偏离那个平等平衡的佛性跟真心，变成非相歪行。那要怎么回归？他们提出的方法是以妄制妄，以假求真。以妄制妄。也就是说，利用这些幻象工具，反过来去认识到它们本身的虚幻性，从而去找到那个真实。了解。在这样一个强调内在真实、看破外在幻象的脉络下，好像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些资料对于传统的佛经啊、宗教仪式啊，会抱持比较批判性的态度了。是的，这可以说是一个必然的延伸。资料认为，很多佛经如果不是透过自己亲证，就是自己内心体悟到，对，就是那种内在的心心相印、了悟的体验。如果没有这个，那经文就可能失去它的真意，甚至他们会认为可能变成伪经。伪经，这么严重？他特别点出来，像是佛陀过世之后，经典的集结过程，还有语言翻译的问题。比方说，文言文本身就有隔阂，或者像有个例子是闽南语的接地，本意可能是自己，结果被误解成叫人努力。这样意思就差很多了。对啊，这些都可能导致原意失传，或者被人为扭曲，就偏离了那个最核心的众生平等的道理。所以重点不在于读了多少经文，烧了多少香，没错，而是自己内在有没有那个相应的体悟。正是如此，所以资料才大力提倡不应该心外求法。心外求法，就是反对偶像崇拜，也反对执着在特定的外在形式。比方说，一定要吃素了，或者一定要出家了，这些都不重要。他们认为，如果缺乏内在那个真心的觉醒跟相应，这些外在的行为
就只是迷信，迷信。甚至可能因为误解了佛的本意，反而构成谤佛。哇，那他们真正推崇的是什么？推崇的是自心自度，核心就是要相信自己，相信自己内在本身就有的力量跟智慧。所以，真正的修行在这套观点看起来，是往内走，去认识到那个如来真实义，对，认识到自己其实就是源头，我们的佛性都是平等的，根本不需要向外去追求什么。没错。很多外在的宗教形式反而可能变成了认识自己真心的障碍。精确的说是这个意思，他不断的把焦点拉回到内在体验跟亲身验证上面，挑战我们对很多既有概念的理解，鼓励从一个非常根本的地方去寻求解脱。好的，哇，这次的深入探讨确实为我们呈现了廖老师和李国勤老师所阐述的如来真实义的非常独特的样貌。感觉核心讯息非常清晰，就是认识自己的真实本质，了悟自己跟宇宙的深层连接，还有那个众生平等的道理。对，这好像才是超越传统宗教形式，达到真正觉醒的关键。这些资料确实提供了一套，可以说非常自洽，但同时又极具挑战性的世界观。一切的核心都回归到对自己的那个终极探索。那么最后，我们留给您思考的是，如果根据这些资料所说的最终的真理，您与宇宙的连结，那个关键真的就在于向内去认识自己。那么我们平常那么习惯的那些向外的追寻、寄托和依归，它们真正的必要性又在哪里呢？